我们上一期在编辑完场景之后，直接将我们这个角色拖入到场景里面，就可以控制它了。这个实际上是因为戈多为我们 Character Body 2D 节点默认的有一系列的代码已经完成了一个最基础的角色控制当然了，这个角色控制如果我们不满意的话，我们是可以去修改它的。而这一次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控制当前这个角色控制脚本来更优雅的、更简洁的控制当前这个角色。在此之前，我们不妨看一下它默认自带的脚本里边实现了哪些内容。首先呢，它是有一个对于地板的判断，以及如果玩家点击这个空格键，实际上这个 UI 它也是一个默认自带的我们在这个输入映射位置搜索一下，显示内置动作。那么可以看到，当我输入回车、输入空格的时候，它都会完成一个跳跃的动作。而下面当我鼠标左右键的时候，它会向我们整个场景的左右去移动。运行起来看一下我们左右可以移动，空格或者回车都是可以跳跃的。当然这里呢，我们也可以修改一下这个 UI right 我们把这个回车给它去掉，只保留空格。UI 的鼠标左键和右键，左键我们可以添加一个 A， 右键我们可以添加一个 B， 而下我们可以添加一个 S， 这样的是一个我们更熟悉的控制方式吧。再往下看它既然有了方向，也就可以在向左或者是向右按照我们这个速度来移动。同时呢，我们刚才也添加了一个通过向下单向平台的这个方式。这里呢，我们要做的第一个修改就是关于它精灵节点的显示可以看到，当我当前不管是向左移动还是向右移动，这个角色它始终是面朝自己的右侧方向的，而且呢没有动画效果。因此这里我们需要给它修改一下，并且让它添加上动画效果。这里可以在我们当前这个物理帧里面随便找一个位置来给它，比如说这里加一个判断，如果我当前在 X 方向上的速度不等于0，那么我当前这个精灵节点，把这个精灵节点拖进来，我当前这个精灵节点它的在水平方向上的翻转就可以等于我这个速度的 X 轴方向小于0。也就是说，如果它小于0的话，它这个地方我们看当前这个地方翻转这个位置会翻转，也就是小于0就是左移动的时候，否则它不翻转。那造游戏里面来看一下是否像我们想的这样。运行起来它报错，报错的原因是当前它找不到这个对象，我们重新运行它，因为它是在 onReady 的时候才赋值的，这样呢它一个动作的翻转就完成了，是吧？另一方面呢，我们需要给它添加动画效果，但这个动画效果理论上我们在这儿给它添加一个 idle 动作，运行它是不是它就有了这样一个 idle 动作了？但是我运行起来，我希望它切换到跑步动作，这里是没有实现的，所以我们关闭它。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通过 Animation Tree 来实现，我们直接添加一个 idle 动作和一个跑步动作，然后将二者连接。开始的时候直接进入 idle 动作，这个奔跑动作和 idle 动作之间有一个互相的替换、互相的转换过程。这个 idle 动作转换到它的我们开发者控制的，因此呢，这两个地方我们都给它改一下，改成需要我们开发者来控制它。那么我们开发者在哪里控制它呢？我们可以在代码里面控制它。当这个速度不为0的时候，我们就让它完成这个切换。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去添加上，如果这个速度不为0，X 轴方向的速度不为0，就在这儿吧，可以添加一下，选择这个 Animation Tree 节点把它拖过来，因为我们要控制它。在这个 Animation Tree 节点里边，我们要控制的是它的 Playback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搜索到它 Animation Tree 这个位置 Animation， 这样运行起来来看一下，它这里会报错，